大家好，我係阿米。大家知唔知道躺平呢兩個字有乜意思呢？我相信多數嘅人一啲都唔陌生。躺平係指與其跟隨社會期望堅持奮鬥，不如選擇躺平，無欲無求，包括唔買樓、唔買車、唔談戀愛、唔結婚、唔生仔，低水平消費，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資本家賺錢嘅機器，或者被資本家剝削嘅奴隸。唔知你有冇覺得呢個概念係一個唔錯嘅概念，甚至已經付諸實行？如果你有咁嘅意欲嘅話，我要恭喜你，因為你就係一個更加容易達到財務自由嘅黑馬。毫不誇張咁同你講，你係遠遠比社會已經達成功標準嘅人更加容易同埋快咁達到財務自由，因為你已經認清楚事實，決心唔再被資本家剝削，亦決心接受低慾望嘅生活，唔願意成為高薪嘅專業人士。你只需要學習並使用一套簡單容易嘅系統，就足以令你財務自由，唔需要再為錢工作，可以真正咁享受自由自在嘅生活。更加誇張嘅係，當你財務自由咗之後，不但時間多咗，你要追求原本其他成功人士追求嘅物質生活係越嚟越容易，唔再跟隨社會追求高收入嘅工作，反而仲令你比高收入人士更加容易達到理想嘅生活。如果你都想知道要點樣先做到嘅話，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啦。大家都支持我哋呢條片嘅話，可以俾個 like 呢條片，咁樣影片就會自動儲存喺你嘅播放清單入面，方便你隨時可以揾翻出嚟重溫多幾次。順帶一提，呢個頻道係分享我哋認為最有用、幫助到普通人達到財務自由嘅資訊。如果你都想由一個普通人一步步咁達到財務自由，活出你想要嘅人生，可以訂閱埋我哋嘅頻道，接收我哋每個禮拜為大家準備達到財務自由嘅免費信息。其實點解躺平族會比傳統社會認為嘅成功人士更加容易得到財務自由？首先喺度我想講多次，財務自由嘅定義只係需要被動收入大過開支。咁再睇翻呢兩個人嘅財務情況，首先就係躺平族，但你要搞清楚，躺平族並唔係窮人，因為躺平族嘅物慾係好細，所以佢並唔會有好多嘅開支。佢嘅開支只有基本嘅衣食住行，衫可能得幾件，食就只可能食翻啲普通嘅食物，而住方面甚至係同父母住，支出只有家用，行就只係靠公共交通工具，貴極都有限。所以佢哋嘅收入雖然唔高，只屬於市場上嘅低水平，而佢哋嘅支出都唔會大過收入，所以即使低收入嘅生活都已經足夠應付佢原本嘅開支，甚至可以有好高嘅儲蓄比率。之後就係傳統成功人士，呢啲人從事傳統嘅高收入工作，比一般人高幾倍甚至10倍嘅薪金。喺香港傳統上面都有4仔之說，即係樓仔、車仔、老婆仔同細路仔，而佢哋最少都追隨呢4樣嘢。同時佢哋嘅衣食住行都會比普通人高人一等。佢哋喺衣着上要先敬羅衣，食嗰一方面習慣更好品質嘅食物，更加要住高人一等嘅高級公寓。同時佢哋需要一個私人座駕去為佢代步。而你會見到佢哋嘅現金流狀態，你會發現所謂嘅成功人士開支係遠遠高過躺平族嘅。當時我為咗儲首期買樓，一個月嘅衣食住行連家用拍拖都係用5000蚊左右。躺平族嘅支出甚至比我更加低，而所謂嘅成功人士，佢喺開支方面淨係養部車都仲貴過養我，仲有其他數之不盡嘅開支。但重點嘅係財務自由只係被動收入要大過開支，但係躺平族佢哋可能只係需要低於5000蚊嘅被動收入已經可以達到財務自由。而傳統嘅成功人士可能已經買入咗大量自己以為資產嘅負債，佢哋其實要花更大嘅努力先可以離開呢個財務嘅困境，因為呢啲負債一旦買入咗之後就好難脫身。例如樓喺買入嘅時候就要俾大量嘅開支，習慣咗搬出去之後又未必接受到再搬返老家同阿爸阿媽一齊住，冇辦法透過物業賺取租金收入。車嘅話，如果要養部車，仲貴過養一個躺平族。
如果賣咗佢，新車落地都要我打7折，咁佢都要付出一定嘅差價先可以賣翻出架車。而生仔嘅話，更加冇可能生完之後就棄養。另一方面，傳統成功嘅人士一般都擁有好高嘅學歷，好大機會意味住佢比一般人俾咗更加多嘅學費，同時可能要借學貸先可以達到呢個學歷。畢業咗之後要好多年先可以還得清，但係最後佢哋喺薪俸稅嘅稅階更加係最高嘅級別。但係躺平族可能連薪俸稅都唔使交，所以躺平族對於傳統成功人士嚟講，喺財務自由嘅道路上係有非同尋常嘅優勢。咁躺平族喺具體上要點樣做先可以逆盤翻身？其實就係學習現金流概念，佢哋只需要唔買入負債並持續增加資產。喺唔買入負債方面，本嚟就係躺平族嘅概念，令佢哋喺財務上有極大嘅優勢，所以我都唔再需要喺度再詳述。但係點樣先可以得到資產？係唔係門檻好高，要用好多錢，好難先做到？其實只係多數嘅人唔係諗到收租樓，就係利率極低嘅銀行定期。但喺實際上，資產嘅種類係千變萬化。喺度我再講多一次，資產係被動地為你帶嚟收入嘅事或者物。所以唔好俾傳統嘅思維令你嘅思想固化咗。喺度我舉多啲資產嘅例子俾你參考，例如你買入咗土地或者物業之後嘅業權，可以令你收取到租金大過利息開支同雜費，咁呢個就係資產啦。第二樣就係可以開公司，喺業務上軌道之後，即使自己唔做，賺錢扣除咗開支之後，每個月為你帶嚟收入，呢個都係資產。甚至你可以係寫書，成功出版到一本嘅暢銷書，源源不絕咁俾你嘅版稅，亦都係資產。價值投資者買入股票，隨公司嘅成長得到股價嘅上升，或者公司賺錢之後為股東嘅派息，呢個就係資產。趨勢投資者靠佢買入賣出嘅系統長期得到獲利嘅話，呢個又係資產。甚至可以係一個系統啦、程式啦、品牌啦、配方啦、網站啦、組織啦、人脈啦，呢啲全部都係資產。可能你會覺得呢啲資產對你嚟講係無從入手，因為唔係有門檻，就係完全唔知道要點做。但係呢個現象其實都係十分之正常嘅，因為喺傳統嘅教育上面根本唔會教你呢一方面嘅知識。所以一個人即使接受咗良好嘅傳統教育之後，喺財務知識方面都係猶如一個文盲。所以俗語話書中自有黃金屋，呢一句係啱嘅，但同時都係俾人誤會咗最多嘅說話。書中嘅知識令你提高到生產力，賺到更加多嘅錢，就係資產，就係黃金屋。而書中嘅知識不但需要學費，更加需要時間去學習，最後只係為求一張證書。好似呢張證書就期望未來嘅老闆俾到你更加高嘅人工。其實失去嘅時間同埋學費都係負債嘅一種。更加可怕嘅係，多數嘅人，包括我自己，都係從事同自己學歷完全無關嘅工作。老闆都唔會因為有任何我額外嘅學歷再去加我嘅人工。學費同時間已經完全變成沉沒成本。但係聰明嘅你都會發現，以上嘅資產類別，你都會發現同一樣嘢有關，就係你點去賺錢嘅知識。所以最珍貴嘅資產就係你嘅思想同大腦。正所謂讀書識字，財務知識都可以係學翻嚟。要財務自由並唔係社會大眾所講需要好大嘅本金，或者需要慈父嘅幫忙。你只需要時間去學習同實踐，就可以慢慢由零開始達到財務自由。呢啲知識喺坊間嘅書本同課程中都唔難揾到，但係一定唔會喺傳統教育中出現。所以決心想變為有錢人嘅你，應該要馬上學習財務知識，然後買入甚至自己去創造為自己自動賺錢嘅事物。如果我話俾你聽，一個200磅嘅肥仔突然間去報名賽跑，就即刻拎到香港冠軍，我講你都唔信啦。但係一個200磅嘅肥仔喺未來幾年間不斷咁嚴格接受訓練，佢可能喺幾年之後都仲未成為到香港冠軍，但係好可能已經比香港99% 嘅人跑得更加快。
人嘅財務知識同知識嘅運用能力同運動一樣，係需要時間去訓練嘅，所以唔好期望一時三刻就會突然間暴富。一個冇財務知識嘅窮人，即使中頭獎都唔會令佢真正有錢，否則就唔會有咁多人中完頭獎之後反而仲要破產。真正嘅財務自由其實比想象中簡單得要多。如果你只係想財務自由，又唔係想做世界首富，就好似我啱啱所講嘅200磅肥仔咁樣，幾年嘅思想學習同埋訓練，你已經可以好過呢個世界上99% 從未接受過財務知識嘅人，已經可以令你財務自由。好幸運地，躺平族除咗啱啱所講嘅支出優勢之外，比傳統成功人士嚟講，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優勢，就係唔需要為工作不斷咁費時進修。呢樣嘢意味住躺平族比傳統嘅成功人士有更加多時間去學習同實踐財務知識，而唔係喺人生嘅時間都花喺工作或者進修嘅道路上面。躺平族只需要利用公餘嘅時間去學習變成有錢人嘅知識，肯堅持落嚟，一定可以比傳統成功人士更加快獲得財務自由。我好明白一個人一開始作出改變嘅時候係困難嘅，成效喺開始嘅時候都唔會明顯，就好似呢一個200磅嘅肥仔立志成為賽跑選手一樣，令人啼笑皆非，亦唔會短時間內訓練就會見到成果。比爾蓋茨都話，人總係會高估咗未來2年嘅變化，但係低估咗未來10年嘅變化。好似我咁，開始努力嘅時候，同人講我要變成有錢人，要買樓，當時我只會得到別人嘅嘲笑，甚至連我自己嘅媽媽都問我：你憑咩會覺得自己買到樓？而我答佢嘅答案係：我有錢。最後唔需要10年嘅時間，我已經買到樓啦。同時，我已經比更加多人有更加豐富嘅財務知識，比好多原有生活圈子嘅朋友過得好好多。而我哋嘅唯一分別，就係我喺呢段時間不斷咁利用得閒嘅時間去學習賺錢嘅知識，同時訓練自己大腦對賺錢嘅思考能力。而嗰啲朋友只係不斷重複咁返工、放工、享受再返工嘅死循環之中。喺下一期嘅影片，我會教導大家普通人滾出第一桶金嘅常見方法，之後再用呢一桶金以資產滾資產嘅方式，令你嘅收入變大，可以享受到傳統成功人士嘅高品質生活之餘，又可以繼續自由自在咁唔再為錢工作，可以隨心所欲地追逐自己嘅夢想。對呢條片有任何問題嘅話，歡迎大家喺底下留言。如果今日嘅影片幫助到你嘅話，你可以將呢條片分享出去，等你身邊嘅人同你一齊成長。我衷心祝福每一位點讚嘅朋友能夠早日達到財務自由。假如你都想由一個普通人一步步咁達到財務自由，活出你想要嘅人生，記住訂閱埋我哋嘅頻道，接收我哋每個禮拜為大家準備達到財務自由嘅免費信息。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